大家好，我是晨晨，他是建哥。近几年 ，AMD 凭借新的台积电工艺，推出了相当多的高能效比的移动端锐龙处理器。尤其是基于 Zen 4架构的7040系列，在功耗控制和性价比上力压竞争对手一头，4、5千的价位搭载锐龙 H 系列标压处理器新版本比比皆是。那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这台有着8核心锐龙7 7840H 处理器、2.8K 120赫兹 OLED 屏的惠普新 Book Pro 14轻薄笔记本电脑，它到底如何吧？我们收到的这台惠普新 Book Pro 14是锐龙7 7840H 标压处理器加32GB 内存 1TB 固态 2.8K OLED 屏幕的最顶配银色版本，售价5499元。另外还有一个粉色的同配置型号，再贵上100元。A 面的磨砂氧化铝外壳在这个价位是经典标配，中间界面的 HP 薯条 logo 更是让很多薯条怪们狂喜。反正整个办公室的小伙伴们都很喜欢这个新的 logo。A 面最上方还有一条切割替换的塑料的条带，用于增强 WiFi 信号。这个设计在2023年就显得有些复古了。另外 A 壳中部强度一般，感觉不太适合重压。底部转轴处呢还有2个小脚垫，很细心。翻开笔记本电脑来到 B 面，是黑色的塑料边框，左右两侧很窄，上下两侧较宽。因为顶部放置了一颗500万像素的摄像头，带有物理开关拨片，还有红外传感器，支持 Windows Hello 人脸识别。下方又是一个薯条 logo， 再狂喜一次。屏幕则是一块分辨率2880×1800、刷新率120赫兹的 OLED 屏。官方宣称规格是亮度400尼特 ，HDR 峰值亮度500尼特，100% DCI-P3 色域覆盖，10比特色深，100尼特亮度以上时为类 DC 调光，同时支持60赫兹和120赫兹自适应无缝调节。实际使用仪器测量，最大亮度约660尼特。HDR 下10%窗口峰值亮度约680尼特，色域覆盖100% sRGB，100% DCI-P3，色准平均德塔 E 3.34，最大德塔 E 8.79，参数很优秀，就是没校色。不过能在这个价位上这样高分、高刷、高素质的 OLED 屏幕，还是很有诚意的。不管是办公还是轻度娱乐，都绰绰有余了。传统 PC 厂家也开始跟进手机厂家的步伐，在这个终端热门价位普及好屏幕了。屏幕呢可以单手开合，最大角度约140度，转轴阻尼适中。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C 面，相比于屏幕上的诚意 ，C 面就相对有点一言难尽了。键盘的布局依然十分的惠普，那点中点的半高方向键和没有做手感区分的电源键，只能说令人啧舌。不过请放心，电源键现在不会误触了，需要稍微长按一下才能触发睡眠。键盘呢有2档背光可以调节，打字手感的中规中矩，没太多可圈可点的地方。触控板面积较大，滑动手感一般，点按手感呢有一点松松垮垮，不过至少它很大，这一点就足够了。这个价位的笔记本呢，也不能对这些地方有太多的要求。键盘左下角呢有一个 Pavilion 的 logo， 这是这款产品的国际品牌名。右下角则是一堆贴纸，包括了 IMAX Enhanced 的，还有 BNO 的标。我们一起来试听一下音质如何吧。在江南烟雨中，心碎了才懂。机身左侧是 3.5毫米接口和一个 USB 5G Type A， 右侧呢则有2个10G 全功能 Type C， 一个 TMDS 标准的 HDMI 2.1 和一个 USB 10G Type A。接口的种类和数量呢都还是不错，没啥问题。但主要的接口都在右侧，说实话有点不太理解，感觉整个主板呢镜像设计一下就完美了。
整机最厚约18毫米，重约1.46千克，适配器是90瓦的，体积较大，重约437克，仅适电端可分离，适电线长约1米。C 口线长约1.7米，这根 C 线很粗，快和适电线一样了。看上去用料还是很足的。看完了外观，我们来过一下机器的配置。这台新 Book Pro 14搭载了 AMD 锐龙的标压 APU 锐龙7 7840H。CPU 部分呢，采用了最新的Zen 4架构，8大核16线程。GPU 则是最新的 RDNA 3架构，并且它应该是首批集成了 Ryzen AI 引擎的锐龙处理器之一。CPU 部分 R23的跑分如图，得益于新架构，单核心性能相比上一代 6800H 突飞猛进，多核心性能呢也可圈可点。不过这台笔记本电脑是轻薄本，性能释放的没有游戏本那么极致。所以和采用了同样处理器的游戏本，多核心和10分钟分数会稍低一些。不过这些跑分呢，在办公本里都已经算是一骑绝尘了。说实话，我觉得性能相当够用，再加上32GB 的 LPDDR5 的内存，这生产力的活也是轻轻松松拿下。标准的 Bench 的成绩也不输 i7 1370H。GPU 部分 3D Mark 的跑分如图，Radeon 780M 的性能都有GTX 1650 D6的8成了，浅玩个 CS2 或者是 Dota 2都没有什么问题。工作之余摸鱼玩个小游戏也绰绰有余。不过令人眼前一亮的还是这次锐龙7040系列新增的 AI 引擎。本来之前我们测试的轻薄本和商务本已经有很多集成了视频会议所需要的视频美颜、麦克风降噪功能，这些都是通过第三方软件实现的，对于 CPU 还是有一些占用的。而这次 AMD 则是和微软进行了深度合作，直接把这些功能放进了 Windows 系统里，例如自动取景、眼神接触、背景模糊，还有 AI 智能降噪。我们来演示一段。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惠普新 Book Pro 14的摄像头和麦克风的测试，大家觉得如何呢？记得要一键3连哦。在这个人工智能的时代 ，AMD 作为 X86 处理器和 GPU 的研发厂家，也没有停止过对 AI 产品的研发和探索。当然，更多的成果都是在数据中心那边，不管是骁龙处理器还是 Instinct 的加速器，无不展现了 AMD 强大的研发实力。在个人消费业务端，则是提供了 CPU、GPU 加 AI 引擎3合1的 APU 产品，挺有意思的。当然呢，这也是开始，未来AMD 的 AI 引擎会兼容更多的应用，还是十分值得期待的。晨晨带大家看完了配置，我们肯定还是要拆开看一看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拧下底面的4颗螺丝即可揭开后盖，不过这个后盖卡扣比较紧，需要较大力气才能掰开。整个内部的做工还不错，走线干净整洁。左上方是无线网卡，型号为联发科的 MT792，支持 WiFi 6E 和蓝牙 5.2。下方是唯一的固态硬盘位置，预装了 1TB 的固态硬盘，型号为三星 PM9B1。跑分看图说实话，性能表现看上去一般。虽然是 PCIe 4.0的标准，但是速率和 PCIe 3.0是差不多的。固态硬盘还有散热片和导热垫覆盖，这点不错。旁边是电池，容量68瓦时，性能模式选择平衡，打开 WiFi， 关闭蓝牙。屏幕亮度160尼特，刷新率48赫兹情况下 ，PC Mark 8的续航成绩为5小时41分钟。以上条件不变，把刷新率固定到120赫兹，续航成绩也只减少了11分钟。只能说 AMD 凭借先进的台积电4纳米工艺打造的锐龙7040系列处理器的能耗比是真的高，续航是真的好。相比隔壁英特尔平台动辄 PC Mark 8 3小时多的续航， AMD 平台还是有相当大的优势的。充电方面，这台电脑也是3段式充电，第一段功率约80瓦，第二段约50瓦，第三段逐渐减少，直至充满，总用时约2小时3分钟，前1小时充了约80%的电。电池上方是 CPU 和散热部分 ，CPU 周围是板载的32GB 内存，跑分看图，容量够用就行了。散热是双热管双风扇，风扇的进风口可能是特意设计成这样的，使用264的 Thread CPU 进行单烤，2分钟的温度和功耗成绩如图。温度是顶着100度的温度墙跑的，功耗则是在42瓦左右波动。在轻薄本里这个性能释放其实相比友商保守了，原因就是高负载下整机的噪音真的不算大，属于牺牲了一些功耗和温度换取安静运行的那种类型。
这里也是实话实说，我感觉标压核显的轻薄本主打就是一个性能的相对水桶，然后呢还用着省心，所以稍微保守一点的性能释放也没啥。有的厂家虽然会注重性能释放，但其实也是牺牲了风扇噪音的，感觉就有些本末倒置了。表面温度方面，右侧中部的键帽缝隙处的温度稍高一些，其他地方并不热。这里我似乎能理解惠普为什么要把 CPU 放在右边了，因为在做生产力的时候呢，相对于右侧的键盘区域，键盘左边区域会更常使用一些，这样就可以远离热源了。然后就顺便把主要的接口就近做到了右侧了。这些接口的 PCB 布线比较复杂，不太适合做子板再布置到机器的左侧，这样呢就会增加成本和故障率的。不过建哥，话又说回来了，买这个电脑的用户真的很在乎高性能和生产力吗？比如我买的话，就是以办公娱乐为主，那主要的接口放在左侧，不是挺好的吗？确实这样，晨晨。那看完了外观配置和各种表现，相信你对这台锐龙处理器的标压轻薄本也有了一定的了解。我们照例总结一下这台惠普Thinbook Pro 14的优缺点。优点一，搭载锐龙77840H 标压处理器，4纳米制程和Zen 4架构，性能强大，能效比很高，还有 AI 引擎加持，更适合商务办公。2，搭载了 2.8K 120赫兹的 OLED 屏，支持60赫兹可变刷新率，素质优秀，娱乐办公两不误。第3，电池容量较大，续航成绩不错，适合长时间的外出办公。4 ，logo 是薯条的，简约大气。当然还有一些细节需要改进，一就是接口的位置呢，可以考虑调整一下，右侧集中了太多的接口。2，键盘的键位设计是万年不变，不做全高方向键和独立的电源开关的原因是受限于成本。当然，在售价面前呢，这些缺点其实也都还说得过去，而且还有我最喜欢的粉色配色可以选择，还是蛮适合大学生或者是初入职场的年轻人的。好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不知道你是否会去考虑这样一台性能和续航都不错，还有薯条 logo 的惠普Thinbook Pro 14笔记本电脑呢？欢迎留言弹幕与我们交流。油管的用户不要忘了点一个小铃铛和点一个赞，因为我们是全职的 YouTuber， 你们的点赞对我们来说也非常重要。如果想了解更多电脑资讯的话，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玩客 CLK。如果想购买电脑的话，可以2套内部潮玩国度数码或者淘宝双品潮玩客。这潮玩客，我是建哥，我是晨晨，我们下次见，拜拜拜。